要杀他的时候，我觉得淡定了一点点。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杀过人吧？你不知道他在试你的时候，你要拿那个枪要指着他，可能你的那个矛盾啊，那种复杂的情绪可能多一点，就让我们就会紧张一点，投入一点。阴暗的人犯罪的时候，那我要从里面拿灵感。我就是到了沉迷到一个地步，那听到我的令真的是觉得很心寒呐、因为原来世界上杀人的理由可以有那么多啊。当然你说那么小也行，都是恨、怨、贪几个字离不开。可是可以被不同的事情来激发你杀人的犯罪的动机，可能一个眼神。可能因为一个拒绝，可能一个勾引。其实我想说这个范世杰的优点，因为我知道他性格是什么，他自信心太强，所以我觉得不发卡给你。好，谢谢尔导。听他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把这打成白纸吧。你太不懂你自己了。就不断听到最后的结果了，除了能够帮助我写小说找灵感呢，另外要对我自己很怀疑了。我今天活到我这个年纪，觉得我还算是好人，至少没有很坏。那可是那么喜欢杀人，可是听那个我就怀疑说，我真的是那么好人吗？我心中同样有那种贪怨恨。对了，只不过没有刚好发生某个事情把我勾引出来，把问题再上升一个级别，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对不对？这样问题就好办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他们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马克思跟弗洛伊德。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弗洛伊德早就预见到了。弗洛伊德讲艺术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这个当初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它是一种安慰啊，心理学角度，只要有机会，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潜意识的释放出来的东西，就是梦压抑久了以后出来的东西，就是，所以那现在有这个技术手段了，啊，有手机了，所以每个人都做艺术家，没错，这是弗洛伊德的预言啊，跟马克思的预言可以并提啊。对，所以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现在也未必对，但是他提出的一些概念特别能够让我们讲一些事情讲得明白。比如说我最近就觉得大部分的主要的折磨我的痛苦好像基本上来源于就是说我的自我做不到我的超我的要求，就通俗的来讲，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就道德上要求自己的，可是我真实的自我臣妾做不到啊，就做不到，你知道吗？就这个就让我特别痛苦。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你有个本我。对呀，就是本我。对，因为自我就是超我跟本我较劲，才形成你的自我，所以你的自我做不到超我，就是下面有个本我。所以为什么人要自洽？这个本我你说的是什么？就是欲望吧，就是潜意识。就像你刚才说，你是不是变坏，还是你是不是变好？我发现我们有一老哥说的挺有意思。他说那个我呀，就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生理水平逐年下降，道德水平日日提高。你这个话很有意思。对，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欲望减退了。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好了，就变得慈眉善目了。对，那个时候显着，要不说年高德少。就说得好，文涛记得吗？好多年前我们的节目那个台湾作家朱天文，对，朱天文对啊，记得那一次那一集，他谈到那个他说昨天我经过一个地方，然后迎面来了一群10多岁的高中生男女，穿着校服。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经过他身边，朱天文这么说，我还闻到他们散发的荷尔蒙，那种强烈的味道。可是那一刹那，那个朱天文说我没有悲哀啊，因为我年纪到了，我没反应，我反而是有点慈悲他们，为了满足这个荷尔蒙他们要承受多少的那个爱情。背叛、出卖、期待、欲望的折腾，我都跟我无关或是说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
啊，他能够做一个比较安静清静的人，这种心境啊，朱天文说是快乐的。所以你那个歌门那个描述也是从文学里面很好玩，对不对？什么生理水平越来越低，生理能力年年下降啊，道德水平日日提高。对，我替他感觉快乐啊。那是一种很含蓄的批评，说明我们的道德跟生理有违人性。就这么点事儿，哎，真是哪点事儿啊？我不知道，那点事儿就是人生的全部了。不是？实际是哪点事儿啊？就是求安乐，就是说你能不能安呢？你能不能乐呀？有些呢就怨社会了，怨科技了，怨人类了，怨命运了，怨世界。其实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生而皆苦，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问题是现在你看情绪问题被特别突出，我倒觉得这个咱们司长讲的挺有层次的，就说这个短视频短剧，就是说情绪、情感、情怀，它是个梯次。人的情绪挺可怜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的大脑的本能，看到一个信息，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对吧？如果你一天接收的不是那么多，你的情绪呢还比较正常吧，比较平稳吧。但是接收的太多了，你说实在的，那一个同行的成功，我看见就嫉妒了，对吧？同行的失败，我看见又欢喜了，这我就心情一升一降的，对吧？你年轻人也是啊，有人过得那么好的生活，有人这样，有人总有机会，有人因为这些所有信息，这些成功的故事。都是没有过程的，他就是很短的告诉你，你看他买了个游艇，江城首富，对他不人如果能够有一个过程，就我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人家也是奋斗多少年，就像那郭德纲讲话说我一炮而红，我哪炮红的呀？对吧？一夜而红，我哪夜红的呀？我这前面10几年的耕耘，冲着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多，您那时候你们怎么没看见呢？你看。如果是短视频的方法接收这个他的成功故事，你就会觉得过瘾。你是过瘾，但同时受刺激啊！而且因为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微信啊，有什么能力提升之后，我发现还真的是工作效率提升。但是工作效率提升，你产生了对能力的幻想。我现在就觉得，我觉得人就是我可以做更多的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个节制，就是。因为你可以无限的做，然后你就不会堆积的事情特别多。家辉的信息要回，是吧？徐老的情绪要安抚一下。鲁豫就说我一什么事儿，我得弄个那边平台有什么，而且呢，这个讨厌半分钟，这个高兴半分钟，这个喜悦半分钟啊，这个生闷气半分钟，就是整个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的焦躁不安的原因呢？我都顺着他这讲啊，他说因为科技带来方便，他给人发，比如给我发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的天哪，50秒起步的信息连着，我昨天看了，就是语音写都不写的，语音完全不加节制的，基本上到50多秒，我一会儿没看，一堆已经，就是因为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对你比较重视，我们就没那么多。我收了，也是跟你经验一样。对，那是因为他闹情绪，我要安抚他。我觉得我是那个悲观当中也有乐观主义色彩的一个人。你知道，我看到短视频对人带来，我认为也许是很正向的改变，就是每一个人变得极有表现欲和表达欲。有一次我们那个剧组，就你采访完人以后，你要拍一些空镜嘛，有氛围感的空镜，然后剧组就带着我在那个傍晚的时分，在长安街过了国贸，再往东有一个天桥，我们一上去，上面就无数的自媒体在那边拍，就是那个傍晚时分，就是那个车流，可能那个场景就很好看。我的天哪，他们以为我是个最大的网红，因为我们带着很多人。我当时看到哇，所有的人，要是我的话，我此刻讲话，然后你拍我，很多人围观，我还是会有不好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那帮小孩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有个女孩过来跟我合完影之后，去拍她短视频，瞬间在镜头前痛哭流涕。我当时那话我还记得，说一个人，说哪个社会，说谁会关注你是否流泪，谁会关注你是否痛苦，一边讲一边瞬间流泪，就那个表演型人格爆棚。我就觉得这是短视频对每一个人的异化，对，但我觉得是一种好的，就你变得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你变得极其自信，极其有表现欲跟表达欲，这你不觉得是一个好的，就是人性的某种改变吗？
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就担心；如果是街上的人，你就赞扬。但是你没考虑到性格的不同，可能满足了很多人。但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如果我不是干这个工作啊，从我爸开始，我们家都是溜墙根走的人，一辈子不喜欢，他不喜欢引起别人注意。就说句难听点的，你不给我钱，话我都懒得说。你就是我根本没有表达欲。我这是跟你说实话，我也不怕什么。这就是你看为什么我当然也写不了书，但是我根本没有写作欲。我爱看书，我根本没有什么。就是我有话我跟你说，我跟我熟悉的。你看最近不是有学者也讲什么陌生人的概念？对，我就是小圈子，咱们知心2、3好友，我跟你们什么都说，但是我没有任何向陌生人发表什么的这种愿望。这个是我跟不少人的不一样。我觉得我确实能理解好多人有表达欲，这个所以说我适应这个时代都有时候有一定困难。我开始比如说发微博我都想不通，我说不挣钱为什么要写对吧？后来我才知道怎么说呢，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你得，所以有表达欲是好事儿。但你这个好呀，你这个叫珍惜羽毛啊，因为你讲多了以后势必被稀释，那你这个是如今这个时代很可贵的品质呀。怎么说呢？我怕。你怕什么呢？我怕我不能掌握的。说实在的，做这个节目我也如履薄冰，因为那是我不能掌握的人，我不知道人家会我哪句话说错了，我的所知永远很有限啊。我跟你说我不怕得罪你，咱们私下里咱们互相知根知底儿。你这种工作说实在的，真的出头露脸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想出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真是个双刃剑呢。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会有压力，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节目是被期待的，这种被期待的感觉其实就是一方面它是种甜蜜的负担，但同时你会觉得你要达到很多人的期待，这个压力是巨大的。那就不得自由嘛。他还有一条底线，还得说我真心的话，还得说我真的看到的话。单单是为了期待你们都要他好啊，我说什么都行，那也有别的方法。有些人可以又走红又没风险，他又不愿意。那风险总是有的，他心里也有恐惧。可是我蛮喜欢一句话的啊，你恐惧某个东西，它就存在；你面对某个东西，它就消失了。你恐惧，结果你就不说，或是说不做了。那反而那个东西，你恐惧的东西就一辈子存在。有些所谓的社恐啊，或者说是害怕这个出头露脸啊，反而这样的人呢，他可能要的是绝对的自由，就是一点儿也不要将就，就是他只有在隔绝的情况下，在自我的环境里，他才能够实现。谁都不需要问，精神的洁癖，我什么都不需要考虑，因为我一出门就变成任何一个我对面的人，我都要为他考虑，总是不太自由，而且也是应该的，我认为。但是这样的话，实际这样的人，他骨子里他本心呢是要那个彻底的自我，那就只有您一个人关屋里才能做得到。但你知道我最近我经常会晚上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得我热泪盈眶的，就你们没有刷到过这种内容吗？我有一种我每看必哭，就是好多家长就给小孩可能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一只小狗小猫，然后在小孩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来一个 surprise， 把小猫小狗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小孩打开以后，小孩就开始痛哭流涕，就这种视频它会这个集锦，我每次看到一定会流泪。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让我觉得带给我很多。有没有向他学习呢？那倒也没有，因为我也不养猫，我也不养狗，但是他会触动我。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不管所有的文学表达、艺术表达，包括这种短视频，它有些时候不是为了表达，就是为了触动。而且他用影像来直接打动。我跟鲁豫那个4号一样哈，我也是晚上经常看一些什么让我也是想哭了。我看了一段，真的啪，眼泪流是什么？那个儿子去当兵，被派去中东啊，战争嘛，危险嘛，去了2年，然后呢，回来他母亲是小学老师啊，
不晓得为什么会拍着他上课，然后学生都知道，因为看到他儿子啊偷偷回来躲在那个 classroom 教室的门后面。这个我好像看过。对，然后呢，那些学生故意问老师。老师啊，你儿子怎么样啊？你多久没看儿子了？那老师就回答了，啊，我儿子现在在哪里出差服兵役啊，我觉得很光荣，很骄傲，我很想念他。假如他突然回来，然后讲不下去，哽咽啊，他想念他儿子嘛。然后突然儿子就从门后面一出来，你看到是同一段是吧？大概是，应该是就类似这样啊。然后那个母亲，哇，那一类的非常，他是创作的，是摆拍的。摆拍的吗？没有吧？应该是有一些是摆拍的，但有一些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短视频会创造很多新的新闻伦理的问题。就是摆拍其实是某种程度它是违反了这个新闻伦理的，在我看来。但是我刚才说那些都是真实，特别应该真实的。晚上看自个儿在被窝里面一边刷一边，但那种特别就爽感，会有爽感。那你淹在水里面不是摆拍的？你们刚才讲那么多的人生的烦恼啊，人生的焦虑啊，人生的希望，我现在只要回想到那段被人抢救的照片跟录像，我就没有那些烦恼。但是人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就那个真的过去之后，我们依然。做派了。你觉得这是好的？这种有过一次这个经历？我不能说谁说好的，我觉得不好。再来一回要不要？我觉得不好。你冒险啊！你说不定过几分钟你就救不回来了。我觉得我们永远把吃苦过高，我宁可没有吃过苦，度过碌碌无为的一生，庸俗的一生。让你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很好啊。你不说看不出来。医生说我忧郁症。我不大想说话，其实。哦，那你是想要绝对自由了？但是我圆桌派还是来了啊，还是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了。我从来没讲过啊。鲁豫，你觉得你忧郁吗？你有忧郁症吗？我没有测过，但我觉得像我这种心思缜密，然后极其细腻、极其敏感的人，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但我不想去，我不想去做这样的测试，对。就你知道那么多干嘛呢？因为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我有正常的感知能力，一切都是正常的。有些时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我真的知道以后给我盖了很多的帽子，那我是吃药还是不吃药？我干嘛？我本来啥都没耽误，我了解那么多干嘛呢？哎，你这个有一定智慧了。他只有一定智慧。哎，但是此刻得出字幕啊，就是如果真的有病，一定要去求医的，就说明我如果有的话，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都市人会有的情绪。鲁豫不是一个有一定智慧的人。这刚才加了这句这个观看说明，这就更有智慧了，有了主持人的智慧了。我说你的智慧到了庄子的程度啊，每个人所以你问我到底是是打坐呀，还是瑜伽呀，还是什么来解决我的心理问题了？我就跟你说，我觉得啊，说句大义不郎的话，我想寻求智慧，而且往往是古圣先贤里头，我觉得有他的智慧。其实我跟大家说句老实话，咱们今天讲了很多速成的接受信息的方式啊，可是呢。今天这个社会上，我看啊，90%的心灵鸡汤，其实呢，你有2个路径，一个路径是你从中受到启发，这个鸡汤是有营养的，但是，在我的阅读史吧，这辈子的阅读史上看起来，我觉得也有个根本的办法，比如说，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如果你读一读佛教经典，你读一读这个老庄，如果你闹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今天网上90%的心灵鸡汤都是这个体系的，它都是没有什么独创的，不是什么现代人的智慧，但是你愿意从根儿上学，还是愿意从末上学，这个个人自便。我就是说，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贪知识，贪求知，也给我的人生带来拥挤，让我觉得热闹。那么我就从庄子一句话里得到启发，你说的这个话，跟庄子有印证。庄子就讲啊，太有名了，就是说，我生也有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知也无涯，这个宇宙我们未知的东西是无涯的，
你想拿你有限的时间以有涯去追那个无涯呀，die呀，就英文说的 die 死了，就是待百战不殆那个殆，那完了，你不可能的。这就是他这句话一下子说出了我跟你们今天讲的我的感受，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我没办法知道那么多，因为生命我太有限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庄子里边就讲了一句话，叫止于其所不知。你呀，不要焦灼，不要老觉得没看够，你也就可以安然了。你并不能知道所有，那么止于你所不知。就是止在这儿，安心在这儿，安定在，我知道多少就是多少，自自然然，我也不会伪装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哎，你看，怪不得你从小考试都不好成绩，这关键时刻好就行了。我还真是关键时刻好，我一直就是懒懒散散，在班里就是30多名。为什么考上武汉大学就全国重点呢？就是高考前，我知道这玩意儿，集中1个月熬夜，死记硬背，知道吧？一下班里前10名，我们这是重点中学，班里前10名刚好够。我就是你看，就是刚刚好，也不过多，也不要贪，就是重点线500分，我就考500分。非常同意，我觉得多考1分都没有用，多考1分都是耍流氓。真的，我觉得多考1分都是什么呢？都是过分的。心机 boy， 你刚教我的。所以什么东西都得恰到好处。我是有2个问题，我要讲一句大数据的好话，好话就是音乐节目，那个 Spotify， 它的好处呢是什么呢？来了以后，你定了以后，它每天根据你之前的选择，帮你重组这一天的音乐。从此，因为我以前买 CD 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一首好听的，第2首不好听的，对不对？过2首它来快的太快了，我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所以常常有一个要先听一遍。现在没了，因为他知道我爱听什么，而且他把这一类的音乐全集起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给你翻花样。然后你再一看，他这个配方是45万的人已经选择了，68万的人已经选，这是全世界范围里边，那说明很靠谱。所以好了，搞得我现在以为天下都是我爱听的音乐了，其实大部分并不是。那这是一个好处。坏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拿着手机，恩格斯说的人的性格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通过手机，我们的社会关系高度集中在一个平面上，对不对？你认识的上千个人都在这里，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声音、图像沟通，天涯海角你都可以见面。可是人心并没有变得容易沟通啊，你们觉得人心容易沟通吗？肖老师觉得呢？我也觉得我肯定不是抑郁症，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就是保持我自己内心的那一块安静的那一个地方。但是你的亲人呢，你的朋友啊，你通过手机有没有距离更近了？我觉得有。你比方说我弟弟的孙女儿，我没孩子，她2岁多，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就一个童声，对，从那个电话里他妈妈让他说的，然后你觉得哇，他从那个邯郸开车开回成都，然后他给你表达一个，我来帮你按摩按摩，好，类似像这样的他虽然很碎片，但是你听到一个小女孩2岁多，会觉得还是挺温暖的，人心温暖。对对，所以但是呢，我也觉得就是大量的那样的一些资讯的话，其实你是有权利去回避的。我可以回应你，就是现在啊，一方面呢，你觉得你的社交啊更多了，你天天在屋里社交，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关在自己的屋子里，你越密切的跟人发微信，你就越孤独。这个时代啊，真的是进步，我也歌颂这个时代。你现在要让我回到80年代、90年代，我也不要回去。因为真的是人的能力在提升啊，你知道现在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我们可以做到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说我做一个节目，随时都能开会，一个人就在手机上剪片子。过去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可能不到剪辑房呢？现在
就各自在家里啪啪啪几个方向上的片子，你要修改，你要什么及时完成，包括这个亲情，对吧？哎，你看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我们在几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家里碰见了什么大事儿，咵叫视频连线，然后呢，你所以说你让我爸跟我在一块儿，你在他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他觉得神奇啊。你比如说那天我开着车。我带他去看病，你要学会在老人的眼光上，你就知道这个世界进步之大。他说，为什么那个女的老跟你说该左拐了，该右拐了？我说导航啊。那女的是林志玲说，那女的在哪儿看着你呢？我说在天上啊。他说在天上在哪儿啊？我说卫星啊。他说那在卫星，那卫星他光看着你这一辆车啊。我说不是啊，他看见所有的车，他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能看见你走到哪儿了？左转右转，对不对？你可以想到，在一个80老人的眼里，这个世界，这多么样的神奇！未来世界。对呀，未来世界。你比如说，我现在跑到深圳了，他在北京，因为呢，他怎么吃饭呢？我得给他叫外卖啊。他说：“那你在深圳呢？”我说：“对呀。”他说：“那个饭怎么就送到我北京来了呢？那不是在深圳，你还要他糊涂了，你知道吗？”他说：“那就太划不来了。你在深圳给我买个盒饭，你还要坐飞机给我送到北京来吧？”我说：“不用，我在深圳我就能给你叫饭啊。”他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他说啊，那就手机就行了。我说是啊。他说那他怎么就送到我门口了？哎。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人类进步之大，所以我说，我绝对是歌颂这个时代。对。但是另一方面，我有哪觉得哪出了点问题？有没有看到一连串的外卖单子以后胃口不好呢？什么意思？我就是这样，就是我要叫外卖，我肚子饿，我明明肚子是饿的，可是那些哗一路过来就没胃口，这是真是问题极大。有。就是跟你到饭店吃饭不一样嘛，对不对？对，我父亲现在就是说怎么不饿，什么都不想吃。我整天问他，你今天吃什么？咱们今天烧茄子，明天红烧肉，后天什么？我跟你讲，我通过我讲我父亲，你就明白是为什么要简化，要简单。我父亲现在活得并不快乐，他80多岁，你要知道，就是他每天就觉得麻烦，每天早上起来，我说你在这儿不挺好吗？他就紧锁眉头。他有什么爱好吗？麻烦不是，因为你知道啊，老人呐，这个在失能过程当中，大脑在萎缩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能够足以应付这个世界的变化。比如说小孩比我们现在更能应付，他是108路，他们那个都能应付。你中年人，你对付的，你已经开始要求简单了。你中年人已经对付不了那么多路信息了。那么再大一辈，80岁的老人。你知道吗？他会觉得，你比如说，我给他弄个血糖仪，按说是更方便。过去要扎手指，现在就是啪一个贴片拿着这个一弄，这随时一弄就闪出你的这个血糖。有这样的机器啊？对了，可是呢，对他来说，就给我急了。我不用这个，我原来扎手指的时候，我自己就能测血糖。现在你要不在家，我就根本没法，我不知道这个一摁，它失控。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他需要简单，我们给了他更先进、更发达的东西，但是呢，他脑子算不过来了，他觉得太麻烦，吃饭他都觉得麻烦，就是哎呀又吃饭了，里边还得打开几个盒，本来是做饭嘛，极方便的事。哎，因为对于老人来说，他打开那个节儿都很麻烦，因为他打开那个盒对都很困难。那么多的选择，他说最后他就说你别让我选了，你不让我什么也不想吃，你知道吗？这种程序上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失控。你像我前一阵我一直跟我妈说，我说我要给你换一台洗衣机，我说给你买一个带烘干的，就跟我急了。我说怎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就不改变？后来我个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你在家的时候买进来，你给他教会怎么用。他说因为什么？他恐惧的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科技，恐惧的是你不在，他无法去完全控制这个流程。没错，这个恐惧。所以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盒饭式呀，就是我们可能我也觉得，就是所有外卖东西，他们说是一个中央厨房嘛，有人说就一股这个外卖的味儿嘛，一股这种你觉得是电子的味道，就是好像从外面来的。那来的王家沙就不是真的王家沙。哎，你感觉到了有一股电子味儿。但我也在想，比如说我最近看那个大卫霍克尼，他就讲他不是。他讲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就是有人是画画，然后等到有这个复印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灵光了啊，这个机械时代就没有灵光。他说我不这么想，他说我就觉得复印机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他就研究了怎么用复印机去创造，就他一张纸放进去10几次，让他就是这个来回印，他创造出来这个东西同样是别的人是无法去复制的，是一个艺术品。拍照也一样，他用这个就是那个易拍得，拍了很多张拼贴。他看的时候不是照片，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照片，这个决定瞬间的照片，他是我把它当做一个拼贴。我拍您的脸，我拍出好多张拼在一起是一张脸，它也是一个艺术。他就老是在琢磨说，我能怎么去利用这个科技？比如说他现在就是这么大这个年纪，然后呢又是碰到这个新冠，他就在 iPad 上去作画。哎，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就很有意思，他不跟这种科技的东西艺术家较劲，是创造陌生化，那是对的。就是你现在的感觉，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吧，通过这个科技吧，我能过好几个人的人生。我现在觉得就是整天忙叨叨的，但是又乐此不疲。我还迷恋这个呢，我一点也没觉得烦，我就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不要有返璞归真的那一天？甚至我觉得我迟早也会像我的父亲，被这个时代要这么发展下去啊，我们也有一天跟不上了，于是我们就会陷入在那个信息的这个阵列当中啊，恍然不知所知。你根本就跟社会脱节了，你没法适应这个社会了。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又想，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朋友圈，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微信对人际关系的有没有近还是远哈？朋友圈我就有个什么呢？有时候我很少发，我看，发现这个不是有人点赞的话，一定是你认识的这个人，你才能看得到嘛。你会发现哦，这2个人原来认识哦，就你，就像如果这2个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就是我跟你说，这非常容易，对吧？然后他们认识，然后你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这样出现的。对，然后你就想，我要知道这干什么呢？很重要啊。肖老师，你说，比如说这个照片，对吧？是不是也有一个叫以简驭繁？因为那个极简呢，其实它是60年代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很多人呢就用这种，怎么讲呢，很抽象的线条、块面啊去表达、去观看这个世界。我喜欢这个中庸，就是比方说中灰色灰，我喜欢丰富。那种所谓的高调，就是一小块儿，然后垂直，然后一个小人儿这样的，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怎么样简单那样的。当然它不叫简单哈，但我也有，但是很少。我就觉得，我也并没有完全追求那种繁复的复杂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庸是比较有意思的，它不落边，好，它在中间，很有意思。你看你这个选择也是我的选择。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别不跟，也别全跟，就在中流嘛，中流才是砥柱。就像你说朋友圈，我现在也已经关了，我现在不看朋友圈，但是我保留微信。朋友圈不就是微信里的吗？对。你跟我爸也是一辈儿的吧？但是有时候你要不看那个朋友圈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危险。我说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错掉一个重要的信息，你没被看到。所以就是苦恼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你什么都不想错过。当然了，也许错过的那个朋友圈是让你大彻大悟，甚至是身家100万。但也可能失去的是一场祸害，对，正好失去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看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区别。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现在你就生怕你不知道什么，别人都知道。对。但实际上，我觉得
就很难讲，你看到真的是真相。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个年轻人才这个20多岁，觉得自己很老了。我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老有更年轻的人被看见。你想你在网络上，比如说就美国有一个小孩7岁搞那个开箱评测那个玩具，7岁人家就进那个富豪榜了，那你不觉得老吗？你不觉得自己就一事无成吗？因为越来越年轻的人，就是被看见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小了。过去你其实真的是要到某一个年龄阶段，你才可能被社会认可，或者被人家谈论，或者说你有资格觉得哎我可以被看见，有什么作品了或者怎么样。现在太容易被看见，那其他那些没被看见的人觉得，哎呀，我老了，我没有，就我一事无成。但你真的是看到的是真相吗？还有那么多跟他一样是7岁的人，你没看见，那或者说其他的那些人真实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你并没有看见。必须要有所不知，才能有些地方知得更多。哎，这是咱们几个人今天在这个拥挤的时代啊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极简主义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有所知，有所不知，对吧？你要找到这个分寸，既要享受这个时代科技的这个可能性的福利，但是同时也要保持警觉。所以就像你说的中庸嘛，它也不是极简，也不是极多，而是什么呢？接近那个简单。就像咱们的这个海天极简裸酱油，越简单越不简单，接近简单。好，谢。他都还记得。即便有还不认识肖老师的人，我只要给你看看照片，这是谁啊？是吧？小豆，这是谁啊？小窦唯，这是谁啊？杨丽萍，看了吧？这个人啊，这就当时年轻的张艺谋，这是几十年，94年，苏州，对，你看这个是95年啊，姜文，这个90年3毛在成，90年这是3毛最后一次，对，3个月以后他就哎，徐老师，你们文学界的，这你认识吗？史铁生是吧？对，史铁生，这是史铁生的太太旁边，对，也是91年啊。然后，哎，这个你也熟，上海，王安忆啊，哎，这个肯定熟了。对呀，哎，老崔啊，这是谁？平娃，贾平凹，对，贾平凹，光着脚丫子。哎，你怎么跟这么多人都混在一起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开始我在部队不是飞了几年嘛，我在当兵，我回到成都以后，后来我很快。就头发就开始跟着他们就留长了，然后就遇到了何多林啊，就是这帮画家，还有音乐家何俊田什么的，然后就进入到艺术圈里面。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诗人，美国诗人庞德，就那张照片。我看了那张照片以后，老爷子戴一个黑色的帽子，穿一个长袍子，拄个拐杖，走到威尼斯的一个小桥上。他说：“我不想工作了，一切都是徒劳的，理解来的太迟了。”就类似这么一句话，我当时看了这张照片和下面那段话，就好像是一掌把我推到墙上一样。我就升起个念头，我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就打动我自己又感动别人的照片，所以我就升起了这个念头，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就等于用这个黑白照片呢，记录下来当时的这么一个圈儿。这一圈人有一个照片，你应该给大家看看，可以看看他当年，瞧瞧，这张照片的这个标题可以叫"岁月是把杀猪刀"。哎，当年海军航空兵啊，对，那个时候19岁，我们人生的第一台照相机135的，是什么海鸥25，海鸥的那个快门要掰的，对。对啊，你应该教教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女朋友拍得好看，或者把男朋友拍得好看，拍得像你这样。哎呀，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拍的照片都很好看，但是我还是不太习惯那个美图秀秀那种，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他们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就是你看到的那张照片都是
一个模式，特别干净，很难有褶的。其实，虽然我觉得这个我不再像刚才那么年轻了，他不可能了，因为他是几十年前的事，就不用解释，你没有对不起大家，可以好吗？还是很帅，还是你说呢，义军？从女嘉宾的角度来说，非常好啊，那张照片就是你像电影演员一样的。他的意思说现在好不好？哦，你还在夸照片？不是，对，你看你这个就是伤害人家。不，我关心的就是因为其实就是肖老师刚才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用滤镜拍出来的照片是容貌，其实你关心的是精神状态的那个东西。哟，怎么概括的这么好？对，跟肖老师私下有交流。从这个80、90年代到今天，你有没有意识到摄影这种行为已经出现了太大的这个变化？当然，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你就说什么135啊，我们那个弄一个胶卷很不容易，那真的得一张是一张。对，最后偷到36、37就非常开心了。对，有的时候还使劲转，对，转半圈还能转出一张，对吧？但是现在呢？现在的那些照片，你在那个 ins 啊或者什么上面看的话，我觉得它往往是那种形式的创新更多。它确实老有那些红人嘛，就是达人突然拍出一个什么东西，他是那个形式上你看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创立，他总是那个什么女朋友拉着他的手在前面的，或者是有个网红，他老是找一些这个背景特别奇怪的，什么在卢浮宫的一个边角没人能上得去的地方等等，或者是突然拿一个蔬菜能够拍出这个什么动物的感觉等等，它都是形式的创新，非常就极大的刺激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感官不断新，但你眼睛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就1-2秒没了。而像布勒松那个时代，或者是像那个马克吕布，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的摄影师，首先要有一双好的鞋子，你要走，你不停地走，不停地去深入到各个地方。就像马克吕布在深圳，我1994年，然后我陪他在深圳到处早上起来就背着机器，就在这个城市里边。那个时候正好是1994年嘛，刚刚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开始发力的那个阶段。邓小平南巡以后。对，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就可以到处看到这个城市，深圳这个城市欣欣向荣，很多地方都是还是黄土。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哎，我们到了那个就是深圳这个大剧院那个地方，他去见个朋友，我说我可以把我就说可以把机器放下来，歇一会儿。他说不需要。他一直就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觉得摄影是一直永远背着机器，眼睛去观察，无时无刻不对。他付出的时间成本这些都更高，对，而且所以那些照片就更加的耐看。对，还有一种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摄影师他其实是有特权的，就是说你在街上你拍这些人，他们因为没有那个照相机嘛，你跟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你拍他们也无所谓，或者就。现在每个人有一个这个就是手机的时候，你反而对于被拍这件事情很敏感。谁要拿着手机对着你，你干嘛拍我？对。我以前比如说我自己也刚开始就我拍照的话，我也很喜欢去街拍，也是受这个布勒松的影响，什么决定性瞬间这那的，你就会看到人，你就想上去拍他们，他们也未必对你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反应。现在我觉得我不可能在街上对着谁拍照片了，每个人都会。非常在意自己可能被人家拍了，或者尤其是在法国，按那么一个崇尚摄影的那么一个城市，现在就特别不太愿意让一个陌生人对着他们，他们就觉得不自在。但是都是自拍了。对，不用我们无穷无尽的，这是反讽啊！对，我经常也用手机拍照片，其实对今天的手机确实是越来越好。但是所以说今天有了这个手机这个时代啊，我最近有一个感受，你像这个他们整天这个网购啊，我前一阵儿有几天闲工夫，我发现这个太容易上瘾了，对，一下进去，哎，你可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啊，这个进步太大了，我觉得这个生活原来可以这么样的方便。当然有些人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网购也碰到假货，碰到什么呢？可能我是比较幸运，运气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哟，这个服务。以前没享受过这么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8个小时之后就到你门口了。当然可能邮费你得掏，啪就拿回去了。
就可以物理有退换。哎呦，我就有几天我就觉得我算理解他们那个断手族那个剁手族那个乐趣了。哎呀，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真的这个不行，我就发现我干不了别的了，就是这一天呢全是在这个里头。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这么多的选择，你知道吗？你就变成开始啊，他是把你一下子就了解了你这个人要什么价位的，喜欢哪种格调的，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这个同类的，叭就给你排出来，而且那最后你发现给你这样服务到了牙齿，给你方便到了这么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控制了你。对，这个想起来啊，是不是还得简单点儿？是那天我拍这个金鱼的，当天我也是在这个就是大棚里面的海里面游泳，那个时候我有很深切的感受。其实你躺在这个海里面，你身体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就是眼睛和那个帽子游泳帽，然后一个游泳裤，你什么都没有。然后但是你在海里面，那时候你觉得其实那一刹那你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你和你在一起。你那个肉身和那个灵魂在一起，和天地在一起，和海在一起，和你想象当中的这些鱼类在一起。但是你上了岸以后，你打开手机，很方便的，就吃的、用的什么东西，你看了以后，它会勾起你的欲望。就是当你便利了以后，你生活周围可能堆满了你原来并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你的欲望被满足的太快了。我前一段我有朋友跟我说，现在很流行一种这个方式，他说叫做那个1年不买计划之类的哈，他就不买，对，就是他1年他就什么也不买，就是我不花钱，就除了我要吃要喝的这个最必要的这些东西，那我都不买。那么我怎么过日子呢？比如说我忽然发现我需要一个东西，我没有，那怎么办呢？不要买，是在你已经有的东西里面去想办法，你要激发自己的创意，我要想办法，我怎么去弄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极简的，就是这个生活，它不是简单，不是单纯的简单，对，它是极致。哎，你要极致，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资源用到了极致。这个它是他们所谓的就是极简。我小时候，我哥哥就跟我说过，当你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再三想一想，可不可以不买？可以不买的就不要买。那你现在那是没钱。当时就，这个哲学我印象非常深。当然，我现在就很有犯罪感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想的了，对不对？这个是极简主义，简。哎，你说的这个简和简还不同，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啊，你觉不觉得哪怕是在家里，也太忙了？我可以同时在开会，在这个剪片子，然后呢，我还在这个网购，还在挑肥拣瘦。你知道吗？哎呦，这个你到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这门铃啊，叮咚叮咚叮咚。我说我们祖国商业太繁荣了，这个大家快的琳琅满目。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今天你一个人一天你能干的事儿，比20年前的人多太多了。然后呢，你同时在看着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你什么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能力确实提供了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你又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用。我过去是什么呢？就是说，出去在外边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想歇一会儿。我现在是星期天一天没出门，到了晚上我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带进这个节奏里了，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啊，这个社交媒体啊，这个是典型的马克思说的异化。就是它本来是给你方便，但是它太方便了，造成了你的能力的下降，造成你的需求的增加，造成了你的贪欲的上升。我到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病，你知道吧？去洗手间啊，手机不在身边啊，办不了事儿，解不出来。对，这个习惯其实因为只有这段时间人是坐在那里，可以安定的看手机的。本来是看书看杂志的，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拿一个手机，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心理依赖心。我其实不要看，这点时间我可以不看的，
可是那个东西不在的时候，它影响我的，对我的迫害到了什么地步啊？你要注意植物神经要紊乱了。这个其实你刚才说你现在觉得能在家里完成的事情比以前要多很多，我倒觉得是少很多。因为你以前可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完成了，我现在会发现开启了好多事情都不能完成。比如说你多久没有完整的读完过一本书，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我想查一个东西，然后忽然被带走了，就不知道去哪了，然后回来。而人的就是大脑实际上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就有的人说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因为就你包括这个网络，它不断的给你打断新的这个就是刺激在我们的前额叶去形成这个兴奋，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但这样下去，我就老想，我这一天当我结束的时候，我如果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我自己，就在那里这么点时间，然后忙忙叨叨，不知道做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我觉得我会变成一种面目可憎的人。你的精力肯定不集中，你的成就按原来古典的定义啊，你的成就肯定差，你的人生肯定浪费。第二呢，所有这些你做的事情呢，都是人家精心研究出来最符合人性的。所有你做的事情，这个手机给你提供的，一定是你们最符合。如果不符合人性，它早就把屏幕更大或者更小了。为什么是这样大？为什么这样操作？这个大公司它一直在研究你人的特性，而这个特性很多都是弱点，没法抗拒的。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就是，好，你这么方便，你这么多的手机，但是我们怎么样继续用艺术的手段拍照？那这个才是，人在这个潮流当中的这个抵抗能力。这个科技影响这个生产力、生产关系，我也要讲，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它一推出来，这个事情只要全世界这样流行，你顺他者，怎么来说啊？顺之者昌，对，那个逆之者亡啊。你当然个别的人，你可以说我不用手机，但那都不是常态，对不对？但是它不妨碍人们还是用普通的照相机拍出艺术型的照片，不妨碍一个人一天到晚拿着手机好像不离，但是脑子还在思考别的问题。提供你一个发财的好方法。既然说短剧1分钟是吧？你把每一集圆桌60分钟切成60集，对不对？每一集1分钟，这一段鲁豫讲了，或者还要再付钱2-3分钟也可以。咱们跟3块钱看第2集。我们真的是老实人，我们一集能够，我像我那个《锵锵行天下》做到2个半小时一集，最后我们就是不要钱义务的多做了1集，因为我们拍了，我们舍不得让他不跟观众那个见面，所以你知道，哪怕像我这么铜臭气的人，心里也有一点不能被收买的东西。太湖石凝视的，凝视就凝视2分钟，人家下来这个豆瓣给5分呢。不，但是你这么老实的人，你得跟上时代，你明显现在就不成了嘛，这完全人家看不完。而且你看那天一个老戏骨表演艺术家坐到我们饭桌上，一声长叹说：“这个数据出来了，第一次短剧的市场超过了我们电影市场，这是去年的数字。对，去年就超过了。电影市场500亿，短剧的这个市场425亿。你想广电，咱们这个要来引导了。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个司长说的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短剧啊得提升素质嘛。对，然后呢，你看这个是文学的话，就说。”短剧的要从表达情绪进化到表达情感，要从表达情感进化到表达情怀，就这是你们应该走的路。而且它某种程度会改变我们未来人的审美。首先你看，因为短剧短视频的存在，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已经被改变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你坐在那儿看一本书，你可以一下午一看，说天都黑了，一本书看完了。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看了很久，再一看其实就过去1刻钟。你说这个让我有点惭愧，我现在这几个月都在听一类型的播客除了鲁豫的以外，它是光明的播客，我听的很黑暗的，都是讲什么呢？世界上各种的奇案。案件那也挺好。因为我写的新小说里面是写里面很多你杀我，我杀你，坐牢嘛。